現在大家是不是很愛比較啊？小時候比成績，長大比薪水，結婚比另一半，生孩子比孩子，退休比存款，連去露營都要比誰的帳篷比較高級。有時候滑社群媒體，看別人的人生，好像每個人都活成偶像劇，只有自己活成求生節目。然後呢，今天的經文以西結書32章17到32節，神突然把鏡頭從人生排行榜直接切到人生終點站。背景不用講太多，埃及一直覺得自己超強，法老認為自己天下第一，結果神沒有跟他討論現在多厲害，而是直接說，來，我帶你看看最後大家都在哪裡。各位，這招太狠了，不是看豪宅，不是看銀行賬戶，直接帶去墓園。然後呢，經文開始點名，亞述在這裡，以蘭在那裡，米設、土巴、以東、西頓全都躺在那裡。我第一次讀的時候還想，神怎麼突然開始點名？後來才懂，這根本像同學會，只是大家不是坐圓桌，而是躺平。以前大家都說我是世界強國，現在全部變成下一位請。各位有沒有發現啊？人生很奇妙哦。公司裡主管最大，醫院裡醫生最大，球場上球員最大，可是到了死亡面前，大家一樣大。然後呢，我們每天拼命想證明自己比別人厲害，神卻提醒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你曾經站在哪裡，而是你最後屬於誰。我想到現在很多人玩手機遊戲，拼命升等，買最強裝備，氪金好幾萬哦，結果有一天遊戲倒了，全部歸零。買家最大的崩潰，不是角色死掉，是伺服器關掉。人生有時候也是一直累積外面的東西，卻忘了建立裡面的生命。然後呢，經文一直重複一句話，那些曾經使人害怕的勇士，如今也躺下了。以前大家看到他就怕，現在大家踩過去都不知道是誰啊，是不是很像網路？今天熱搜第一，明天沒人記得哦。昨天100萬流量，今天演算法不推薦。以前覺得沒有流量就活不下去，現在才知道真正活不下去的不是沒有流量，而是沒有方向。然後呢，我發現現代人最大的焦慮就是一直怕輸，怕同學升官比自己快，怕朋友買房比自己早，怕別人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優秀。可是神今天好像在說，你一直看別人的跑道，卻忘了人生最後不是比誰跑得快，而是比你有沒有跑對方向。如果方向錯了，跑越快，離終點越遠。然後呢，法老最後看到那些國家，也只能跟他們躺在一起。這畫面有點黑色幽默以前大家開國際高峰會，現在變成地下同樂會。以前互相比誰拳頭大，現在全部沉默。因為死亡很公平，他不看你的職稱，不看你的粉絲數，也不看你的存款，他只提醒我們，每個人的生命都有期限，所以真正該問的，不是我比別人多了什麼，而是我有沒有活出神要我活的人生。然後呢，有一次我看到一句話很好笑有人說，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努力一輩子，最後把健康換成醫藥費。我想補一句人生最大的遺憾是努力一輩子，最後才發現自己一直追的不是最重要的。房子很好啦，工作很好啊，成功很好，可是如果得到全世界，
卻失去與神的關係，那就像買了一台最貴的手機，卻沒有 SIM 卡，只能拿來當鏡子。然後呢，神讓法老看見這一切，不是故意嚇他，而是給他最後一次機會，提醒他真正值得驕傲的不是權力，真正值得追求的不是名聲，真正值得珍惜的是一顆願意敬畏神、謙卑回轉的心哦。因為總有一天，我們不會再介紹自己是什麼公司、什麼職位、什麼頭銜，神也不會問你有多少追蹤者，他更在乎的是你有沒有忠心，有沒有愛人，有沒有信靠我。所以今天開始，不要一直忙着贏過別人，而是努力不要輸給昨天那個遠離神的自己。因為人生最後留下的不是掌聲，不是財富，也不是名片，而是你是否在有限的生命裡活出了永恆的價值。金句：人生真正的終點不是站上最高的位置，而是站在神面前時，仍然擁有一顆忠心敬畏他的心。因為地上的榮耀終會過去，唯有屬神的生命存到永遠。